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嗨，我是凤凰。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通灵教我们的10件事。对，好，因为有鉴于大家对于通灵还有对于讯息的解读有很多的疑问。是的，我觉得就是在还没有接触通灵人以及自己还没有通灵之前，对于通灵的讯息还有通灵人其实有一个想象。可是当自己进来以后，就发现其实跟原来想的其实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10件事情是哪里不一样。好，第一件事，所有的通灵讯息都是主观的，因为它毕竟要经由一个管道，那个管道就是一个人。对，那或者说你借由牌卡，或者是借由卜杯，或者是签诗，那也需要解读的人。所以这个所有的东西，它都会经过这一个解读的人，他怎么看待这一个讯息，就很像同一部电影，但是所有不同的影评人去看的时候，每一个人对于这部电影的诠释跟他的感受力还是不一样的。而且第二个是说，当他表达出来之后，你从耳朵听到你脑袋吸收转译，就是你自己在吸收这些讯息的时候，又是经过了第2层的滤镜吧，你可以这样说。所以在一个讯息来说，它很难是客观的。我曾经听过，我觉得一个是最惊人的，就例如说，假设现在有2个通灵人，然后都说啊，你看那个房间的角落那边有阿飘。好，我们2个就隔离开来，然后 A 通灵人就说那个一个阿飘是一个男生几岁，然后一个女生几岁，然后就换他讲，他说啊没有，我看到的是2个小孩子，然后是想说为什么答案都对不起来？完全对不起来。因为如果宇宙是多重时空的，那他看到的到底是哪一面镜子里面的阿飘？那这个人看到的又是哪一面镜子的阿飘？所以答案其实很难核对，以及他们2个是不是真的有聚焦在同个点呢？其实也不一定。第2件教会我们的事情就是，通灵人之间是无法互相对答案。对，而且因为通灵人本身的价值观，然后他的人格特质，他会有他的偏好。例如说，有的人他就是很擅长接亡灵的讯息，然后有的人很擅长接疗愈性的讯息，对，那有的人很擅长把讯息是接到跟创作相关的，或者是他本身带有一个怎么样，例如说他比较阳性能量，他就会带有很多那种就是前进的，然后比较权威式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所以其实每一个通灵人他本身的性质就会影响那一个讯息的内容的走向。而且也受限于他过去的经验值。比如说他接到类似的讯息的时候，他会习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读它。那这个其实就会受到经验法则的影响。之前有遇过一个案例是说，有男同志，然后在道教的通灵人的解读之下，就跟他说，当一个男同志是很糟糕的，是不行的。可是那跟那个通灵人其实他本身的经验法则，他从小到大他的生长经验，当然就是告诉他，身为一个同志是很不 OK 的，因为在他们那个环境里面，异性恋才是安全的，才是合乎守则的，合乎规范的。那这个人后来就跑到就是奋斗期面前就说，所以我的存在真的是不行的吗？我这样真的不 OK 吗？我们是不是有罪？对，但是例如说你想要问这个讯息是不是来自于高龄的，还是它是来自于阿飘或什么，其实你可以大概去感觉到说，这个讯息里面带有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品质，例如说它是带有爱的，还是会让你听完以后觉得很恐惧的。这个东西其实是自己就可以感受到的。第3点，预言绝对是不准的。也不是说绝对不准啊，不一定准。因为之前我们其实在芬多奇有做一个预言片的时候，其实芬多奇就聊过这件事情，就是预言不会准，因为它会牵扯到每一个时空，以及你听完这预言之后，你去做了什么样的准备跟改变。那其实因为时间不是线性的，所以它其实是会创造出未来的很多种可能。就比如说像可能妈妈带小孩子去拜拜，说我儿子会不会考上台大医学院啊？他跟他说会。神明看到了20万种当中，确实有10个是有的，他就说会，对，可是那可能只占0.01% 之类的。对，然后如果这个小孩回去说我就会考上台大医学院，从此就也不认真念书，然后也不做准备，然后就躺着觉得他就会考到，那这个就是不可能会发生。那你要说这个预言不准吗？所以其实我们在问的时候，应该说，那我有没有要做什么准备？那可能神明就会说，你每天呢，从现在开始要读12个小时的书，然后你要怎么样照顾你的身体，然后怎么样，要多交一些这样哪样的朋友什么的，他可能会有一些更细部的指示、一些方法、一些指引，但是那个东西并不是只是 yes or no 这么简单的2件事情。对。或是像另外一个例子，我之前也跟芬多奇讨论过，就有点像预言，就是我现在从台北，然后我要开车到恒春，
然后呢，你用 Google Maps，然后他就说 OK， 你大概3个半小时之后，然后走国道1号，然后接什么什么，然后就会到 OK， 然后你就开始，你是很专心的就这样一路开吗？还是说，其实你开到台中的时候就发现那边有一个事故，所以你就必须要绕路，然后说，开以后突然觉得肚子痛，所以要去上个厕所，或者开觉得，突然有电话会议停在路边讲一下，就是其实中间有很多的变数，它是没有办法那么仔细的在给预言的当下就告诉你每一件事情的，因为每个东西它还是有很多参数会参与，例如说不会晓得会有事故，不会晓得突然间会下雨，不会晓得怎么样的，那个都是后来才加进来的。那是的，告诉你往那边往南走是会到的，但是那个中间有很多的变数，那就是预言没有办法那么准确的原因，因为那个东西都还是超之于你。第4点，对，讯息呢只是一个路标，它只能够告诉你往哪边去，但它没办法把你送到目的地。很多人会觉得，我听了一个讯息之后，我就一定可以达到。比如说，像我朋友爸爸，他就是被算命的时候说他45岁的时候会发大财，然后他是一个商人，可是他没有预料到，其实商场跟整个经济环境是会变化的，整个商业环境是会变化，所以他就觉得他只要照现在的做到他45岁就会发大财，可是中间他错失了好多个事业转型的机会，然后最后他是得到失败。那他就会觉得说，算命的说不准，他说我会发财，可是他中间其实是没有去做这些的转变，所以他告诉你的是一个路标，你这个人也许他的时间轴里面看到是会有财富的，可是他没有办法把你从 A 点直接送到那个财富点去。这就是为什么其实那个时候芬多奇他就说预言不会准啊，那我们就说那为什么要讲预言？他说是你们喜欢听啊。可能如果你不真的去做的话，也许就是一个安慰剂的效果。他指出了一个你也喜欢的指引，然后你就会往那个目标开始去思考跟行动，那确实这个机会就大幅的提高。但是这还是真的很取决于个人，但预言绝对不会是捷径了。对，所以我们第5点就想要跟大家聊一下，人生没有捷径。如果说你真的发了一笔横财，例如说我突然间中乐透了，我拿到了1.5亿，可是你并没有学习过怎么管理1.5亿的能力的时候，这个1.5亿可能很快就会消失，因为它是一个捷径，但是问题是你并没有累积的经验值去支撑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对，可能你会没有管理它的能力，然后你可能内在也会有不配得感，对，你跟这个财富是不相符的，所以你反而可能突然间又掉入另外一个，或者是就很害怕说我这1.5亿会离开我，整个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睡也不是，然后反而把自己的身体也搞坏了，都有可能。就前面讲到讯息就告诉你一个方向，你可以朝那边去，但是稳扎稳打还是真的达到那里的唯一的道路。因为其实当我们死掉了以后，灵魂它没有办法把钱带走，它也没有办法把房子带走，什么东西都带不走，带走的只有它累积的这个体验，这个经验值。所以其实如果有任何的东西是给我们一个捷径，让我们快速的取得那个成就，可是却没有这些经验值的话，可是你来就是为了累积经验值啊，所以你就还是会有下一个东西，还是要让你去学。如果这是你本来就预计要来体验的事情，所以捷径是稳扎稳打的过生活，慢慢来才是最快的。第6点，在宇宙当中没有绝对的好坏。很多人会说这个讯息是好的，这个讯息是坏的，这个能量是好的，这个能量是坏的，或者这是一个坏人，让我事业失败了。对，就是其实不是这样子，其实好跟坏是一个对立，而且是取决于当事人他的一个立场。常常会有人说，生命中发生的好事不见得都是好事，也不见得都是坏事，所以其实有时候你真的摔了一个跤，其实给了你更大的一个转变改变，其实对于你后面的人生是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很多人在学习讯息的时候，就会一直觉得说，我好像好的讯息我才听，不好的讯息我不要听。可是其实讯息真的没有好跟坏，你当下听到的时候，取决于你怎么去行动，还有你当下的立场。就说到没有好坏这件事情啊，我会有想到有一些就是我通灵解读的经验，就例如说当事人会问说，我想要知道这个对象是不是合适我的对象。通常啊，即便你可能跟这个对象最后面会例如说分手或甚至是离婚，可是因为你需要经历这样一段失败的关系，你才会学到下一段去经营成功的关系的那一个能力。
所以呢，从高龄的角度看，可能会觉得，是啊，合适你，合适你，然后你就去了，然后去了以后就破裂了，然后破裂那个当下就说，奋斗期真的很糟糕，他那个时候跟你讲错了，你看我事业失败了，或者说我这关系合作失败了，我这个伴侣失败了，可是又过2个月就发现，我以前做不到那件事情，我学会了。应该说，从高龄的角度来说，只要是你灵魂体验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可以增加你灵魂的体验，都是好事。对，所以即便那是一个坑，他也不会告诉你那是一个坑，你该去，你该去，你该去，因为你跳下去，你就会得到爬起来的力量。没错，对，没错。所以高龄的角度就是这样。所以那个坑是坏事吗 ？Who knows？ 第7点，用心听讯息，不要只是用脑袋。其实做了这么多场相谈，我有时候会发现，当下他给的跟你后来在一段时间再去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高龄的讯息比较像是一个封包，它当下其实隐藏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不是只是语言讲出来的。而且甚至这个语言在当下经过耳朵听进去、脑袋吸收的时候，你可能会意识到另外一个讯息。我觉得有点像是同一本书，你在15岁读、跟25岁读、跟35岁读，其实不太一样。对，就算是同一个章节，你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漏了1、2个字，漏了一小段话，所以你回头看的时候发现，这一小段话在那个当下非常的触及你。可是也许在你10年前的那一小段话是你没有感觉就过去。对。所以其实讯息怎么解读、怎么听，我们不只是用头脑去逻辑性的分析。当你在听讯息的时候，尽量把你自己的心敞开，然后用你的内在去感觉到这个讯息跟我有没有心心相印。如果有的话，你觉得这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那你就可以参考，可以去做。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讯息对你来说听起来就是会有抗拒感，总是那里怪怪的，那也不用把它当做圣旨，一定要去做。你可以先放在旁边。所以我们就来到第8点，高龄只是一个外国人，他只是一个外国人。我觉得外国人这比喻真的很贴切，而且很可爱。就是我们不要把神明当神明，我们把神明当外国人。对，当外国人。因为我们讲神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神比我了解我，神好像什么都懂。我会赋予他一个权威感，好像我非得遵从这指示不可。但是如果你把这些当做一个外国朋友给你的建议的时候，好像就开始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事情。对，就像你之前会提说，他很像是在联合国很遥远的一个秘书长，然后针对你在台湾发生的事情给你一个建议。我觉得你们台湾应该要这样之类的。对，可是他又不住在台湾，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真的面临的状况是什么？对，所以我就会建议说，当然听讯息是没有问题，你要寻求讯息的帮助也都可以。可是我会建议你在寻求讯息的帮助之前，你可以先问看看自己，你自己可以怎么理解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可以去做，可以去运作？当你真的想破脑袋，你真的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从你自己、从你身边的朋友、从家人得到任何一个新的可以协助你去做改变或者调整的状态的时候，那你可以来听听看外国人的建议。对，而且因为他就只是一个外国人，我们不把他当做一个绝对的权威，对，不是说他说100%都对。那就是他可能有看到你没有看到的地方，就是把这个盲点点破啦，然后让你突破这个盲点，可以往下一个关卡前进。那我们就来到第9点，你永远都是有选择权的。所以当一个讯息来，其实你不用去想这个讯息是来自它可能是你妈妈，可能只是书上的一本书，公车上面的广告，对，你都有选择可以去决定你要不要听从这件事情，然后你怎么看待它，你赋予这一段讯息多大的力量。赋予权力、赋予力量、赋予能量的人其实是你，而不是这个讯息本身它可以去控制你。不要让一个讯息去限制你现在的行动，去改变你即将要立刻去做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是你真心想要去做的，那就去做，因为你才是你人生最高的权威，这也才是你灵魂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想要体验的事情。说到这个，我会想到，就例如说，之前也会有一些通灵人，他们就会说，不要随便玩牌卡，不要随便静心冥想，不要随便去哪里，那边很阴，那边会有非善意的灵体来侵入你，然后就要你好好做人就好了，这些东西都不要碰。然后呢，你就被植入了非常多很恐惧的信念在里面，然后开始觉得，这个通灵人才是对的，他比我懂所有的事情，这些东西他讲的一定就是对的吧？我没有力量啊，我出去很可能都会被这些人骗，然后我这辈子就很像是一个被限制在自己家里的小朋友，我不敢走出去，因为他说外面都是坏人。
对，可是你没有走出去，你怎么会知道其实外面还蛮多好人的？我就是好人啊。我也是，而且家里当然很安全，可是外面很有趣啊，对不对？这个世界其实很大啊，你可以看山看海啊，你可以去走路，你可以去跑步，你可以做很多很多在家里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因为一个讯息而被它限制在某一个环境跟一个程度里面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惜的一个题。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坏讯息，因为它一定是出自于保护你。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因为所谓探索灵性，然后走上了一个让自己可能更不舒服或者是更难过的一个道路。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人在这边探索到内在更多的看不见的神圣，然后有更多去开展我们人生可能性的方法。那所以是这一个讯息到底是在限制你，还是在帮助你？你可能真的只能用自己的生命去验证。坦白说，因为我们是这样验证来的。那我们这样子一路走来以后，我们觉得这个探索给了我们很多扩大自己生命体验的事情。那即便是觉得遇到了觉得黑暗的时候，但是我们也因此学会了怎么样去走出来。怎么样面对黑暗，然后你才会知道说，哦，我适合的道路也许就在我转身之后。是啊，然后你才会带领自己离开这个黑暗，走向另外一个光明的道路。而且因为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了，那你就会一直从这边去找证据。我觉得看不见的灵都很可能是坏人，所以你就会觉得他也是坏人，他也是坏人。你看吧，我说的都对吧？你就会收集很多什么中邪啊的鬼故事啊，或者是什么，你就会开始用这些东西去证明你当初的这件事情是对的。对，所以是你讨厌一个人，你一定会找了100个讨厌他的理由，对，去支持你的信念。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到第10点。意念就是力量，意念放在哪里，你就会显化出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什么样的一个事物在你的面前。其实你相信什么，你就会活成那个样子。例如说，你相信人性本善，你其实就会活成一个善人。但是如果你相信人性本恶例如说你相信看不见的都可能是厉鬼，那你就会活出那样子的一个世界，然后让你觉得很害怕。所以你相信什么是非常有力量的，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回头去抽丝剥茧看一下，你相信的事情到底是在服务你，还是在残害你，让你活得更大，还是让你活得越来越小，或者是这个讯息只是让你去服务特定的人。哎呦，其实有些人会来问说这个宗教、那个教派、那个怎么样？其实我们应该回过头来是，当你接触这些不管是灵性导师还是宗教的时候，你要去思考他给你的东西，除了是限制性的还是开阔性的，还有他有没有特定的目的跟特定他的意念注入在这些讯息里。然后他在教导你这一些教条信念的时候，他是把力量给你，还是把力量拿回到他身上？他才是最厉害的，或是他的老师才是最厉害的。其他人都对，所以意念这件事情的力量也会展现在讯息当中，展现在你的生活周遭。那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靠自己的意念，然后去显化出一个你自己觉得舒服的旅程。希望我们以上的10点有服务到你。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拜拜。